Hello，选到第一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今天呢要一起来看一下，谁将给你们极致的宠爱呢？好，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组朋友哦，你们的验证牌哦，来看一下你们过去到现在的一个状况哦。好，我们的48号牌，我们抽的是兔子神谕卡哦，48、22、46。2号牌 Past。 好，第一组的朋友啊，你们感觉上你们的心境哦，有一点点孤单哦。有的朋友是你们真的是单身了很久，一直都在等一个对的人，而且有的时候你们可能会一度怀疑说，在这个世界上啊，究竟有没有属于你的那个人呢？就是究竟你会不会拥有幸福的爱情呢？有些朋友你们可能因为单身了很久，就会对于爱情有一点既期待又害怕失望，所以呢，就是有一种很不确定的感觉，会不会一直在想说，自己可能就这样子要一直单身下去？有些朋友可能心里会有这样子的忧虑在。那另外啊，我觉得有一些朋友，你们曾经进入到感情中，但是呢，也许你在跟对方谈感情的时候，谈一谈，发现，诶，这个人哦，好像也不是这么的适合我，或是说，诶，有人喜欢你，可是你没有感觉，或者是说，诶，你觉得心动的人哦，最后阴错阳差没有在一起。就是有些朋友啊，你们在过往的生命中不是没有感情的经验，或者说不是没有谈恋爱的机会，只是说好像因为各种事情哦，最后啊就是错过了等等，所以我觉得在感情啊，你们有一点，至少在心理上，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孤单的一个状况。那我看到的是，其实你们除了感情之外哦，可能你们在工作、在学业、在其他方面，都是非常认真，就是一步一脚印，很踏实的在工作。可能在工作学业上也都有了不错的成果，或者是很好的一个基础哦。有很多朋友其实都把自己打理得很好，有一种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好像各方面啊条件都还不错，只是啊在爱情这一块哦，谈到爱情这一块，好像就是心里的一个缺憾哦。对，我觉得你们过去到现在一直都是在自己的生活中很努力、很努力的在，为你的梦想以及为生活、为生存在打拼。那有一些朋友看到的是，其实你对于未来的一个状态哦，有一点点不确定。就像这一只兔子，它坐在椅子上，在公园的椅子上，然后它好像在喂这个小鸟，但是它的心情看起来没有很快乐。所以我觉得你们可能有人邀约你们也会去，或者说有联谊的场合你们也会去，但是心里就有一点也不是很抱希望。对于感情这一块，就是你也不确定，可能是因为之前真的是就是伤心太多次，或是错过太多次，以至于你们现在有一点就是不敢抱太大的期望。然后这一张牌哦，有一个陷入过去回忆的感觉。我觉得可能有一些朋友，你们过去有一些缘分哦，可能是暧昧，可能是真正的感情。你们有的人可能谈一谈呐，在暧昧的阶段就是夭折，没有很好的一个开花结果。或者是说呢，你进入到一段感情关系中，可是越相处越发现不适合，种种的。我看到有些朋友，其实你们会在对于过去某一段回忆，好像在缅怀，在想，当时曾经那么美好，为什么后来变成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或者是说，如果我当时不要说那句话，或者说我多做一些什么，多努力了一些，会不会改变那个？会不会可以改变当时的情况？会不会我当时做了不同的选择，现在的人生就会有不同的版本呢？我看到有些朋友，你们其实，
在感性上陷入一段回忆中，可能在理智上你觉得已经不可能了，已经要放手了，已经要往前走了。可是在感性上，在感觉上，我觉得可能还有某一些能量在牵扯。那另外一个讯息就是，如果你没有这种过去的牵扯的能量的话，我觉得这张牌很可能是你们其实一直以来啊，都在修正自己的爱情的观念，就是借由跟人的一个相处，或是借由过去谈感情，或是跟别人暧昧的经验，你一直在修正自己的爱情观，以及控制自己的一个想法吧，就是不要让自己太受到外界的动摇，太受到他人情绪的影响。我觉得你们有在，好像从过去的感情中去反省，去检讨，然后得出某种程度的结论。那有一些朋友，少部分的朋友，我看见这个讯息是，我觉得你们可能就是你们的感情观可能被原生家庭所影响，或者是说被你身边一些重要的人，可能你看你的朋友他的这种婚姻啊，或者说谈感情啊，不是很顺利，或者是说，你身边有人告诉你说啊，男人都会劈腿啊，都会骗人啊，或者是说女人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就是可能有些朋友你们身边有人给你一些关于感情的这种负面的观念，所以我觉得你们不知不觉的也会被影响。虽然你知道那个是一个不好的能量，你需要去跳脱，可是我看到有些朋友不自觉的，它会影响到你跟你认识的对象的那个情感的发展，可能你们会更加的有戒心，或者是说，你们在深入要再更深入谈感情的时候，你们会稍微停一下，稍微多想一下，或者是稍微把心多收回来一点。我觉得有些朋友，你们确实是被身边啊，或者说家人的这种不好的感情经历或婚姻经历所影响。好，以上啊是有关于验证牌的部分哦。那如果你觉得刚刚啊有其中一项或两项符合到你的状况的话，我们就可以再继续听下去哦。好，我们再来看一下雷诺曼的部分哦。我们有22号的选择跟9号的花束哦。好，关于第一组朋友，你们接下来会遇到的这个人啊，我觉得第一个就是你们是这种茫茫人海中相遇之后呢，自由的选择，凭你们自由的意志去选择，不是被迫的，不是说因为我年纪到了，赶快抓个人来结婚谈恋爱。你跟他的结合没有一丝丝的无奈，没有一丝丝的被迫，就是不需要考虑年龄等等的，也不需要好像屈就吧。我觉得他是一个好像你在茫茫人海中，在感情的这个迷宫哦，晕头转向找不到方向的时候的一个梯子哦，有没有？爬上这个梯子之后，你就可以站在迷宫的高处，看一下这个迷宫究竟要怎么走，你究竟应该要怎么做决定、做选择。所以我觉得今天呢，宇宙会给你这一把梯子，让你在茫茫人海中辨认出他来。所以你们不要担心，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你们一定会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讯号。比如说，你遇到这个人的时候，你在看影片或是看手机、看时间的时候，常常会出现，也许是22号的，或者是11号这种双数的天使数字。我觉得它会有一个讯息提示你，让你知道，你的这个极致宠爱的对象已经在你身边了，你身边是会有一些提示的。然后呢，第二张牌啊是花束，所以这个提示可能也是跟花束有关哦。也许你偶然就是看到在旅游的时候，或者说你有在自己有种植盆栽，或是你们社区的盆栽、邻居的盆栽，你突然看到哇，有一朵花盛开了，非常的漂亮，非常的吸引你，过去你都没有注意到，你现在突然注意到，然后花就盛开在你旁边，它也是一个好消息的一个代表。这张牌呢，它代表说其实它是一个这段关系是一个有吸引力的关系，而且我觉得
对方是一个浪漫优雅的一个气质，我觉得他是一个温柔的、有礼貌的，然后知道进退的，让人感觉你跟他相处会非常的有愉悦感，非常的有幸福感。而且我觉得他会对你很好，他会送你礼物，你会受到这个人的照顾，这个人的支持。而且我觉得他会给予很多东西，很多东西是美丽的东西，精致的东西，不是那一种粗制滥造的东西。我觉得他会有点像是带着精致的礼物，或者是说专门为你设计的一个很别致典雅的东西来送给你。那另外啊，在这两张牌还有一个讯息我觉得你跟他是灵魂伴侣，你们是那种能量的共振而来的，有点像是你跟这个人可能在前世前一世，或者说前几世中，你们曾经是情侣，你们曾经是夫妻，或者是你们是那一种被人家打散的鸳鸯，两个人感情很好，可是因为一些外力的阻碍，因为战争啊，或因为双方家人的反对，你们没有办法在一起。因此啊，我觉得对方他有在那个天使面前去求希望这个神佛可以让他遇见你，就是希望他今生能够找到你，而且找到你是要在你跟他都是最美丽、最盛开的一个时刻。不要说你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呢，你才很小，你可能才3、4岁，然后这个人年纪已经很大了，5、60岁，这样你们没有办法谈恋爱。所以都是在你们还可以谈恋爱的那个时期，那个年纪是 OK 的。所以希望是在最美丽的时刻可以与你相见。我觉得他有一直在期待这件事，他今生来到这个世界上，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要跟你相聚一次，很重要就是要找到你，他想要去完成之前没有完成的一些事情所以我觉得你跟他真的是有那种强烈的一个共振你们会要一起结合，一起去探寻有关于你们的曾经，有关于你们的现在，有关于你们爱情的一个真相我觉得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其实很轻易的就可以辨认出彼此，就像宇宙会给你一把梯子，当你爬上了这个梯子一看，其实就会看得很明白，很多你不明白，很多困扰你的，很多纠结的那些东西都将散去。所以我觉得这个人呢，跟你非常的有缘，他会历经艰难险阻，千山万水都会来到你身边跟你在一起，所以距离对他来说不是问题我觉得这个人跟你结合的时候，你们两个相处的感觉是非常愉悦的，你不会需要去猜心，或者说你不会去担忧对方会不会因为工作，因为其他因素而选择割舍你这一段感情所以如果这一组的朋友，你们当下有一个让你觉得很虐心、很苦恋，或者说对方很反复，然后又曾经有劈腿那一种的状况，我会觉得如果是这个能量的话，比较不符合今天抽到牌卡的这个人。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忠诚、很大方，而且他真的就是为你而来的人。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我觉得他就是想要找你，而且你们两个相遇之后我觉得你们彼此的感情生活都会发生一个质量上的巨大的一个转变。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相似，还有这个风岛屿。好。这张牌很可爱他在说有同样斑纹的兔子，它们终于重逢了。你看本来这只兔子，它下面的毛是棕色的，它本来跟这些斑点的兔在一起，然后另外一只兔子，它本来跟全白色的，就是全身白毛的兔子在一起，现在它们两只终于相遇了，终于两个相同的灵魂遇到了。所以我觉得你跟他真的是
你们可能是出自于同一个灵魂哦，灵魂碎片哦，分开之后，在地球上就是变成不同的两个人。然后你们的这种感应啊，真的是直觉式的感应哦，就是你们是透过，就是不大需要太多的言语，你们心跟心是非常的直觉性的一个交流，直觉性的一个沟通哦。我觉得你们两个相遇的时候会发现，两个人有很多共同的兴趣、一致的三观，或者是说，你们两个会有很多共识性的经历，可能在同一个时期都经历了这种搬家，或者是说，找工作、转换居住地，或者是说生活上曾经经历过什么类似的事情。等等的，就是我觉得你跟他非常的有话聊哦，或者说你们有相同的兴趣，都喜欢同一个作家、同一个歌手，或是某一个比较小众的兴趣，然后你们聊起来的时候，就觉得说啊，这个人怎么那么懂我呢？甚至有一些话题是你身边都没有其他朋友可以聊的，可是你跟他在一起，真的他能够明白，他会跟你去聊。而且我觉得这边呢，这个人呢，他爱上你之后呢，他会很温柔的对待你，因为终于找到了你嘛。那这边有一只大兔子，然后跟一只小兔子的结合，所以我觉得有些朋友你们遇到这个人，也许啊，你们年龄上会有一些差别，或者是说人生阅历、生活经历上会有一些的差别哦。那如果不是这两方面的话，我觉得也有可能是心理的素质、心理的那个坚韧度会有差距哦。那我觉得这个人啊，他会很温柔的待你，而且他这个温柔，我觉得不是很有目的的，因为他其实一开始遇到你的时候，虽然他很喜欢你，但是他其实也不确定说，你愿不愿意跟他在一起，或者说你愿意跟他。走多久呢？但是这个人他并不会去计较。有些人在谈感情的时候，可能会觉得说，哦，如果他不是我未来结婚的那个对象，我就付出要有所保留，我不要帮别人养老公老婆，对不对？但是我觉得这个人他不会这么想，他对待你很温柔，不管你们在一起的时间是长是短，他始终会温柔的对待你，而且就算今天你选择离开他的生命中，或者说你没有要选择跟他在一起，因为这是一个自由意志嘛。就算你没有选择他，我觉得这个人哦，他也会好好的跟你说再见，因为他会很感激你给了他一份很美好的一个记忆哦。对，我觉得这个人他就是一个无怨无悔的爱，给我感觉是这样。有些朋友你们遇到这个人，可能已经遇到了，然后你们曾经经历过一次分离哦。那我会觉得这个人他其实默默的在等待你。那有些朋友如果还没有遇到这个人哦，你真的可以从你们身上一些相似的这个特征，或者是说相同的一个记忆、共同的话题、一致的三观去辨认出这个人。好，接下来在放风筝了。我觉得这个人给我感觉非常的浪漫，自由的风，蓝天白云，很广阔，很辽阔。我觉得你们两个在一起之后，两个人会有一个结合，有一个合一，有一个完整。然后你们可能会一起去看这种很漂亮的风景，很广阔的地方，有一种灵魂回归大自然，非常轻松，非常开心，非常自由，非常雀跃的能量，就像风筝一样，你们都不会被束缚着。就是我觉得在这段爱情中没有太多的控制。虽然他很爱你哦，可是我觉得他也会给你空间，或者是虽然你很爱他，可是你也会给他空间。你们两个都是独立的一个个体，不会在这个关系中觉得窒息。所以我觉得第一个是你们两个都保有自由，第二个是你们两个结合之后啊，其实可以去看到更大的一个自由哦。我觉得你们两个的灵魂啊，那个层级哦，非常的高。你们身上有一种仙气飘飘的感觉，而且你们这一种气质啊，我觉得两个人都是非常的淡雅。你们两个来到这个世界上啊，有点像是要一起体验、一起经历这个人间，经历这个尘世的爱恨情仇。这个俗世的爱恨情仇，而且我觉得在茫茫人海中啊，
真的只有你能够去读懂他，而且真的只有他能够读懂你。你们两个就是能够拥有彼此，就是拥有了全世界。然后我觉得这个人他就算全世界反对他都会跟你在一起哦。就是这边也有一些人是有那种私奔的能量，就算全世界与我为敌，我都要跟你在一起的这个能量，他对你的决心是非常非常的坚定的。然后我看到你们这边呢，有这种互相理解、一起去玩的能量，我觉得你们两个的频率真的很合，然后两个人在一起之后都会完成一次能量的升级，变成最高版本的自己。你跟他都是哦，我觉得你们两个心境更加的开阔，更加的自由，不会为了小事去烦恼。我觉得你们两个追求的是一个更大的世界以及更大的一个自由。然后接下来这张牌哦，是这个岛屿哦，还有小船哦，还有沙滩哦。那这张牌的出现呢，我会觉得，你们可能有这种度假的感觉，两个人在一起认识之后啊，就会进行这种长长短短的旅行。这种旅行是接触大自然的，很放松的。或者是说呢，我觉得你跟他会是在一个海岛的国家相遇哦，就是海岛的国家，海岛的这个城市，被海包围的国家或是城市，或者说你们会去这样子的地方旅游，或是你跟他其中有一个人哦，是来自这种海岛的国家哦。好，有这样子的能量在里面哦。那我们继续看一下。好，我们再看一下塔罗牌的部分哦。我们第一张牌呢是圣杯八，圣杯八是土星在双鱼哦。好，这个女生呢背对着一个着火的一个圣杯，然后她往前走，她前方啊正在往太阳的方向走，正在寻求光明哦。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啊，有可能你跟这个人哦，你们以前就已经认识了，可能是年轻的时候读书的时候认识了，或者是说，你们出社会之后啊，交往到认识的这个人。可是呢，可能你们彼此因为人生方向的不同，或者是说事业追寻的不同，因为两个人都在某一个过渡的时期，所以最后啊，你们这段感情没有办法持续的发展下去，有可能有一方要出国念书，或者说有一方正在事业的一个上升期，或者是说，当时啊，他的心理状态有什么样子很大的一个转变、一个过渡等等的。所以我看到有些朋友，你们已经遇到了这个人，可是曾经因为种种的应该说种种的因素吧，也许是对方或者是你想要寻求一个更好的人生，而当下这个感情看似没有结果，看似焦灼，所以先选择放下。那也有一些朋友可能是因为你们出国啊、换城市等等的，造成你们两个人的分离。而经过这个过渡，经过这个改变完成之后啊，我觉得你们会重新解锁一段新的旅程，你们会再次的相遇。所以有一些朋友，你跟你的这个极致宠爱你的对象，你们之前就已经遇见了，你们之前可能有一段缘分哦，没有好好的把它完结。那这是因为当时你跟他都还没有蜕变的很好，都还有自己生命中有一些问题，或者说自己的心态上需要做一些调整。我看到你们两个再次结合的时候，都把自己调整好了，都是那个能量升级之后的你自己，跟他也是哦，你们都面向太阳走，所以我觉得你们会重新的了解，然后重新的去延续之前未完成的缘分，你们最终啊还是会回到彼此的怀抱中，不管你们物理上的距离有多远，我觉得命运啊会重新将你们两个人放置在一起，安排在一起，因为这个是你们命中注定的缘分。好，那如果你们没有这样子一个救人的话，这张牌呢其实就在讲说，其实你遇到这个人的时候啊，有可能是在你已经完成人生中某一个很大的蜕变，浴火重生，
然后经历了这种死里复活、死里重生，好像死过一次，然后你想要爬出来，想要迎向阳光哦的这个过程哦，你遇到了他，那也有可能是这个人完成了他本身的这种很大的人生的一次大跃进、一次突破之后呢，他在这个事业的上升期、人生的巅峰期遇到了你，所以这一张牌啊有这两种可能哦。接下来呢，我们的力量牌哦，力量牌是一张狮子座的牌哦，这个能量很厉害哦。我觉得你们遇到这个对象的时候，有可能啊，你们心中会有一个力量，这个力量就是让你重新的燃起对生活的热情，燃起对生活的希望。那还有一个讯息就是刚刚说过啊，就是跟这张牌有点像，就是我觉得你跟这个人哦，可能在社经地位上，在年龄上，或者是在阅历上会有一些差别哦。在这种家世背景啊、社会地位啊，会有一些的差距。那我觉得比较有可能的是，对方哦，很像这一个。就是阳性能量的这一方哦，跟性别没有关系。阳性能量的这一方，我觉得比较像是这个狮子，因为他画的其实是狮子跟小女孩嘛。那我觉得阳性能量这一方很像是狮子，他在社会地位呢，在这个社经地位，还有在这个金钱上是非常有实力的，因为狮子是万兽之王，他可能做到了一个很高的位置，或者是他有一个很聪明的头脑，他就是前途无量，或者说他的学业成就未来可期啊。那他在某一个领域，在某一个专业上是可以去发号施令的，或者是说他是在一个很知名的大公司工作的。好，那我觉得这个人呢，在感情中他会温柔下来。如果你们是这个小女生的话，那个女生呢，在力量这张牌，她其实会驯服这只狮子，让狮子变得跟绵羊一样。所以我觉得你们很厉害。应该说，这一个人在外面叱咤风云、呼风唤雨，然后但是在家里啊，他可能就是去当你的小绵羊，一个在外面的这种。女强人，或者说在外面的一个这种霸主哦，然后回到家来就说哦，我都听你的，你是我的老板。他明明在外面是大老板，可是回到家里他会把金钱给你掌控，然后说哦，你想做什么我都听你，我都依你。所以呢，这个是这个小女生用柔性的力量，因此啊，这只狮子哦，甘愿去。让这个女生来控制她，因为这个女孩很温柔哦，所以你们的这个力量可能是以进为退吧。你们可以，其实你们在感情中，我觉得他是听你话的，因为你们懂得去顺着他的毛摸，我觉得你们懂得去安抚他的情绪，所以他愿意让你在感情生活中去掌权，你可以去骑到这只狮子的身上哦，你可以对他发号施令，他还会乖的跟小绵羊一样。而且我觉得这个人他是有非常大的资源，或者是说，他的这个家族家庭中哦是。很厉害的，比如说他是医生世家、律师世家，或是说他们的家族在地方上有名气、有名望，或者是说，家族啊、亲戚啊，有人哦是在政府机关担任要职，或者是说有很多的土地、很多的房子、很多的农地等等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人是一个有实力的人，他也愿意哦。如果你们两个结合起来的话，他也愿意把这些资源哦提供给你。如果你们想要去冲刺啊，或者是想要这里创品牌等等，我觉得他也是愿意去帮助你的。那当然有可能今天你们是这个能量相反，你们是这个非常有实力、非常厉害的一方，那我觉得你们会找到这个很温柔的一个人，不管他是男生女生，我觉得在他面前你们就是讲话很轻声细语，可能你在外面跟人家都是凶巴巴，然后在工作上非常有威严，非常一板一眼，但是回到家来你就会对他甜言蜜语啊，讲电话那个口气就不一样，就说老公老婆，就是声音会完全不一样，所以也有可能被驯服的人是你们哦。好，
接下来呢，再看到这一张牌哦，是圣杯二，两个人在牵手，然后两个人的手中幻化出非常多的彩虹，非常的甜蜜，浓情蜜意。这张牌啊，金星在巨蟹座，它讲的就是一个心心相印，然后两个人非常的稳定、长久的这一种关系哦。我看得出来哦，其实你跟他在一起之后啊，他会很专心、很细心的呵护你们这一段感情。而且你们两个手互相的握得很紧，互相的对彼此非常的坦诚。我觉得你们两个会一起去分享很多的真心话。这张牌在这个情感关系中啊，是非常的。就是怎么说呢？非常的浪漫，非常的吉祥的一张牌哦。我觉得你跟他在一起是平等的一个关系哦。两个人相处起来会很舒服，很平等。当然，前面可能就是在你们两个刚刚说过，在你们两个的这个力量上，可能他甘愿让你去坐上那个宝座，让你去控制他。可是因为他是心甘情愿，所以他会觉得那个是平等。也许别人外在看起来会说，啊，他怎么对你那么好？他的条件这么好，有必要对一个人就是如此这样的奉献嘛？可是对他来说，这个就是他的爱；对他来说，这个就是圣杯二；对他来说，这个就是一个平等。而且我还看到你们两个在实际的生活中，你们两个可能会一起去分担家务哦，或者是说，一起去商议说你们的房子要买在哪边，然后要怎么样子的装潢啊。然后如果有小孩的话，也会一起去照顾小孩，一起讨论说小孩的学区等等。我觉得你们两个会有那种实际生活在一起很开心的能量，而且这个能量是一些日常琐事，在这种日常的生活中，你们就是相处的很和谐。因为很多时候在感情中啊，最怕就是这个情感哦被小事磨损呐，就是袜子要怎么摆啊，谁要丢垃圾这些小事啊，很容易成为争执的来源，因为已经脱离了那一种约会的暧昧期，进入到一个比较坦诚真实的关系之后啊，你们还是圣杯二，你们还是很和谐。我觉得你们两个会有很多那种打打闹闹的情趣啊，一起玩，一起开玩笑，以及这种床上闺房的一个趣事。那如果你们有孩子的话，我觉得你们两个你们跟小朋友啊，也有那种一起去旅游啊，一起去度假，一起去露营，或者是一起去学习什么样子的课程，这一种日常生活中的一个美好。我觉得你跟他的能量会很和谐，可能是一阴一阳，然后这个阴阳的平衡啊，会很和谐，很舒服。你们两个对很多事情的看法都很一致哦，就是谈可以谈在一起，吃可以吃到一起。就算曾经呢，你们有一些这种不一致的想法，我觉得最后都会透过沟通去融合，而且这个融合、这个妥协，它不会让人家感觉到委屈，反而有点像是因为我爱这个人，所以我心甘情愿的为这个人去做这件事情。那你们两个啊，还会有很多的这种共同的兴趣爱好，或者是说一些相似的生活习惯，就是我觉得你们的情感关系以及延伸到家庭的生活会非常的和谐。而且很特别的是，这个人呢，很可能是在外面哦很厉害、叱咤风云的一个大老板，或者是说一个专业人士，但是我觉得在家里哦，他绝对是跟你可以很平等的一个相处，不会说谁赚的钱比较多，谁的时间就比较值钱，所以另外一个人就必须低声下去，委曲求全。我觉得这一组是没有这个能量在的。好，接下来呢，我们看到的是正义牌哦。这个女生呢，手里拿着宝剑哦，然后分别有两个这个秤哦，金色的杯子的秤哦，她正在看着这个下方，闭起眼睛哦，然后下方倒映着还有一个女生，好像是一个比较悲伤的这个哭脸哦。好，这张牌在说什么呢？我觉得过去啊，第一组的朋友，你们在感情关系、在生活中、在原生家庭中吃了多少的苦，
现在啊宇宙都要加倍奉还，连本带利还给你哦。在这一段感情中啊，我觉得你们会得到丰富、充足、饱满，而且会让你吃得很饱的一个爱。我觉得这个人会成为你的保护者，会成为你的滋养者，有点像是过去啊，你们吃的苦，在这个人身上啊，你们会得到一个平衡，你们会觉得，不会再对宇宙生气，不会再那么恨了，因为有的时候，当你很努力，当你很辛苦，但是周遭又一直有人拖着你，一直有负能量，让你没有办法往前走，或是你明明做了很多事情还得不到幸福的话呢，状态不好的话，其实内心啊会有一些埋怨，会有一些抱怨。可是我觉得你们遇到这个人之后，这一切都不会了，因为你们会很幸福。会很幸福，你不会再觉得这个世界、这个宇宙是不公平的。那这边呢，还有一个能量是，我觉得你们遇到他之后，心境会非常的平衡，不会去羡慕别人，不会去嫉妒别人，也不会想要去跟别人比较。我觉得你跟他的一个关系有足够的一个安全的连接，而且你们对彼此足够的信任。你跟他会一起讲一些比较深入的话题，譬如说呢，彼此有关于过去感情经验的一个伤口，或者是原生家庭的一个伤口。那我觉得你会跟对方彼此的分享，就是对方会跟你分享，一起去探索以前的成长经验，而且会互相的去表示理解，互相的感到安慰。我觉得你跟他在倾诉这些过去的经历的那个过程哦，其实是关系一个很好的疗愈，以及可以让关系让两个人的连结更加的稳固。我看到你们两个人的关系会随着就是你们开放的越多，理解的越多，变得更加的一个健康。所以我觉得你跟他的这一段关系哦，你真的会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就是原来我过去经历了这一些，现在遇到这个人哦，一切都是值得的。我不会再去好像去缅怀过去的某一个回忆，或者是说怨天尤人啊，觉得宇宙都好像月老都把我遗忘了。我觉得不会，你们会觉得这个世界上还是有正义的，你这个世界上你付出什么，你还是能够去得到的。接下来呢，我们看到的是金币骑士哦。金币骑士这张牌是土元素火象的能量哦。好，这个人呢，这个骑士哦，带着好多不同颜色、不同大小的金币走向你，然后他后面呢是一匹黑马。金币骑士他的能量，他是一个很踏实的工作者，他的责任心很重。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专注度很高、很实际，但是比较低调的一个人。我觉得他并不会很夸张，做一些很夸张的动作，或者是说，我觉得他也不会大张旗鼓的让好像昭告天下说我谈了这一场恋爱，我要去炫耀。相反的，金币骑士他是宫廷牌组里面最静态的一个骑士，他很静。然后这只马啊，它好像也走得很慢，但是相对而言呢，金币骑士跟其他的骑士比起来，它其实是更加的成熟、更加的稳重的。那骑士这张牌带着很大的行动力跟执行力，而且金币骑士代表说这个人的头脑非常的清楚哦，他不会好像把金钱弄得乱七八糟，或者是说我觉得他在投入之前啊，他会花时间去思考，会花时间去做一些计划，甚至他不会很贸然的去前进，他会去等待时机成熟，等待最好的时刻才出发。所以我觉得在所有的骑士牌中哦，这个金币骑士有点像是一个大哥哥，就是你们遇到的这个人的能量，他有点像是大哥哥或是
大姐姐一样，她能够去稳定军心。如果说在这种公司组织里，我觉得她很适合做这种幕僚顾问，或者是说那种鼓舞人心支持者的一个角色，因为她很擅长观察，并且透过这种观察去下一个做一个缜密的计划，他会预先做准备，所以我觉得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其实可以很安心因为这个人的特质就是他虽然有的时候比较慢但是他就是会把事情都想好，都规划好再做决定。那在感情上我会觉得说这个人他就是一个很实际、很平稳的人。你跟他在一起之后，你就会觉得相处起来很平顺，而且他的承诺是很真心的。他不是那一种会说大话、画大饼的人，然后他不会就是把那种追求的话，或者是说把一些话说得太夸张。我觉得这个人在说情话的时候也是比较实际的，甚至他在表现感情的时候也是比较实际的。比如说他可能会直接把钱给你，就是对你最大的爱意跟敬意，你要怎么花都可以。那我觉得这个人他的表现方式就是很实际，然后他可能还有一点点外冷内热，他的心其实是很温柔的，可是有的时候他可能不大会说一些好听的话，或者是说他会把对你的爱有一点点压抑下来。可是我觉得你实际跟他相处之后，他其实也会有那种有情趣跟温柔的那一面，就是我觉得他有一点点闷骚啦，需要你们去把他的开关开启，需要你们去探索、挖掘他，包含这个人的身体也是好，下一张牌呢是下弦月在双鱼座，我们又出现了双鱼座。这张牌讲的是少说话，多感受。我觉得你跟他就是你们超级有默契，你们可能就是可以用这种灵魂去沟通啦。我觉得你们两个就是天生一对而且你遇到他之后，我觉得你们会有一个觉醒的感觉，灵魂的层面直觉力都会更加的能够接收到无形世界的很多的讯息那我觉得你遇到他之后就会眼前一亮，两个人也许不用多说什么，然后就是两个人的眼神对到了，就是好像心也碰在一起了。我觉得对对方来说也是他可能你们两个还没有说很多话之前，他就已经爱上你，就已经对你超级有感觉。很可能你跟这个人是在网络上认识的，然后你们一开始会透过网络来交换讯息，有大量的讯息，但是其实在展开这些讯息，在展开这些什么资讯的交换，你住哪里？你几岁？你过去你在做什么干嘛？兴趣爱好，在展开这些对话之前他已经用他的感受去爱上了你。光是看到你，听到你的声音，看到你的图片，他其实就已经喜欢上你。然后后面在那些讯息只是为了铺陈，只是为了让你对他更加的有信任感。所以我觉得你跟他在一起之后你们都有那一种老灵魂的能量吧。你们两个的灵魂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真的可以，就算不用说很多事情，也会有那种似曾相识的一个熟悉感。所以我觉得跟他在一起就是你可以静静的去感受他对你的一个爱。那刚刚也有说过，可能这个人他是一个话比较没有那么多，比较内敛的人，可是多多去感受他在实际上为你的一个对你做的那些事情，实际的那些行动。好，为自己感到骄傲。我觉得你遇到他之后这张牌，这张金牛座的牌，我觉得你遇到他之后，他对你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坚定，而且他真的会觉得你真的很多地方都很好，很完美，他不会去嫌弃你。如果你们过去在感情中有一些孽缘，有一些不好的缘分，在那样子的缘分中，你跟对方气味不相投，或者说你常常被对方嫌弃，这个要改，哪里要改，那我觉得你今天遇到这个人，其实他不会，因为他很喜欢你。
而且你在他的眼神中可以看到满满的爱，因此啊，我觉得你会在跟他相处的过程中更加的看到自己的优点，看到自己的闪光点，更加的为自己感到骄傲。所以我觉得这段关系啊，是为你们创造出一个正向积极的环境。面对爱情也好，面对生活也好，我觉得你们会更加的有自信，在享受这样子甜甜的、甜美的爱情的同时啊，我觉得对于未来、对于生活也更加的有盼望。这个人哦，他是在你生命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可能你一开始遇见对方的时候啊，你还不知道说，你可能觉得只是网络上认识的一个人，或者说在工作中、在学习上的一个交谈，没有想到这个人哦，会日后变成你生命中一个非常长久、非常美好的一个缘分。这个是你这边，可是对于对方来说啊，我觉得他真的是第一眼看到你，他就是看对眼了。他很喜欢你，他很欣赏你，他很想要去跟你定下来。可是因为他比较内敛，也许啊，他是认识你很长一段时间才对你表白，或者是说啊，他一直在观察你，你身边有对象的时候，他也不敢轻举妄动。那真的是要在宇宙给你们安排一个最适合的时间点，你们才能够圆满。我觉得他能够给你带来很甜美的爱情，然后这个人哦，可能他的人生历练啊，也会给你带来一些资源，或者是带来一些人生的一个智慧。我觉得他会跟你去讲一些话，可能可以去解开你对于某一个老板，或者说工作上，或是原生家庭的心结。我觉得他可以去协助你，特别是在情感上，在感情上，我觉得他可以去接住你的一个情绪哦。很多东西你其实可以多问他，多跟他聊聊，情绪上就可以得到疏解。而且就是你们真的会因为这一段感情哦，重新的看见自己的优点，重新的为自己感到骄傲。满月在天蝎座，透过呼吸平息紧张。所以有一些朋友，我觉得你们遇到他的时候，是不是很紧张？还是说对方很紧张？还是说你们两个都很紧张？第一次见面哦，实际见面有一点手足无措的感觉。我觉得你们两个真的是对彼此都非常非常的心动。你跟他的缘分，你跟他的关系一旦建立起来，其实就是没有人可以去拆散，没有人可以去动摇的。我觉得你们对彼此的心都是非常坚定，然后看得出来你们一开始在见面的时候我觉得紧张是合情合理，因为他很重视你啊，他就是很害怕你，很害怕你对他的印象不好，或者说你也很重视他，你就会想要拿出自己最漂亮的衣服，好好的把自己装扮一番。那有可能你跟这个人，你们是再次的重逢，再次的相聚，真的是断联一阵子，很久没有见面了。所以这张牌有一点在显现出，你们很久没有见面之后，那个重逢的时刻，两个人很紧张，但是表面上好像要看起来很优雅、很镇定，所以不断的透过呼吸来平息紧张的感觉哦。好，那我们再看一下最后的神谕卡哦。我们第一张牌啊是雨滴哦。好，这一组的朋友啊，感觉出来你们过去哦，可能总是对于人际关系、对于爱情哦，其实你们是有一道心墙的。因为可能过去你在感情或是说在人际上不是很顺，所以对你来说，你觉得从理性层面来讲，就是要多想一想，多看清楚，不要被爱蒙蔽了双眼。婚前脑袋进的水，就是婚后你流的眼泪。所以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你们其实如果下雨天的话，你们就是心里下雨的话，我觉得你们可能会一个人躲雨，就是你也不大会想把悲伤的情绪跟别人说哦。那今天呢，你就要告诉你说，你其实要打开心房，给别人一个机会，去讲一些你觉得难以启齿的事情，因为有人
他要为你撑伞，你的这个伴侣，你的这个爱人，他要来到你的生命中，他要为你撑一把伞，不管今天这个雨啊是下在你心里，还是你的外在、你的周遭、你的环境多么的艰难，多么的险恶，这个人要为你撑一把伞，他不想要让你淋湿。好，这旁边呢还有2只小天使哦，2只小天使正在帮助你们显化这一段关系，所以呢，不管前景看起来多么的迷茫，其实你们都需要重新的振作起来，因为你要去信任对方，对方是可以陪你一起走过人生的高低起伏，陪你一起走过这个暴风雨、暴风圈的。好，接下来呢，我们的33号牌好，这张牌刚刚说过，有一些朋友啊，你们就是有一点好像就是在过去缅怀过去的回忆。我觉得有些朋友你们真的可能在某一个点卡住了，比较走不出来，就是你明明往前走了，可是你心里还在想着过去的某一个人哦。然后我觉得你遇到这个对象啊，刚刚说过有可能小部分的朋友确实是旧人重逢，那我觉得更多的会是一个新的人哦。这个新的人啊，你遇到他的时候，你就会把过去抛诸在脑后。过去你可能很在乎的一个人，就是你常常会去查他的讯息啊，然后看他发的文章啊，现在你就是完完全全不在乎了，因为你有一段新的感情。然后我觉得这个人会让你活在当下，就是你会去专注在你当下的那个对话，以及你当下跟对方的约会，当下跟对方的一个相处哦。你不大会再去一直想说，以前啊、过去啊怎么样怎么样。我觉得相反的，这一段感情会让你的目光转向，会让你看下活在当下，以及往前看。所以我觉得那个心境上的转变是很大的，你们可以从当下的生活中去体认到很多的美好，即使是2个人在咖啡店喝一杯茶，或者说在家里自己泡咖啡喝等等的，那个当下，我觉得你们会体认到很多的美好，经验到很多的愉快。有的时候啊，我觉得你们2个相处的时候会把日子过得很美很精致，就很像是把每一天酿成一颗珍珠一样，然后每一天呢都集一颗珍珠，久而久之啊，365天你们就可以串起一串很漂亮的珍珠项链。你们给我的感觉就是可以平凡的过小日子，那个小日子过得非常非常的美，然后你们也有一起去探险、去度假、去旅游、一起玩的能量哦。好，最后一张牌我们抽到的是星星哦。我觉得你跟他真的会一起去许愿，一起去把目标变成现实哦。可能对方啊有什么梦想，环游世界，或是说想要去一些欧洲的国家，想要看世界，或是想要存钱买房子，或者说你们想要共同养育小孩等等的什么样子的梦想呢？我觉得你们2个人会在一起去显化这些梦想，而且那个过程呢，我觉得很实际耶，因为对方就是一个会计划的人，你们可能会把你们想要做的事情写下来，然后一步一步拆解，要怎么去达到。比如说，如果它是一个10年期的计划，那第1年、第2年、第3年，你们应该要达到什么样子的目标？有些人你的梦想可能是提早退休，所以在存钱上要有什么样子的计划？不管是大是小哦，我觉得大家都要相信哦，你们的梦想不管是大是小，你们许的愿望会成真，而且你跟这个人在一起之后啊，你们的能量又更加的强了，强联手之后啊，我觉得那个显化的能力更加的强，而且你们2个在一起之后会吸引到很多正向的同频的人事物，因为你跟他在一起就会觉得非常的开心，连带的这种好的事物啊，好的能量也会流向你。好，那以上啊就是
跟大家讲说，第一组朋友你们遇到的对象可能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个性跟能量哦。那要怎么样子辨别呢？我觉得如果是单身的朋友，你们就是完完全全的安心等待，去期待他。那如果有些朋友你们现在是有一段牵扯中的能量，或者说少部分我提到的，你们可能会有一个救人的话，我觉得你们可以去辨别一下，就是你跟这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你心中的那个感情，你心中的那个情绪，你的那个真相啦，你对于这段关系的真相，你的心情究竟是怎么想的？你是快乐不快乐，还是你是苦多于乐？你是常常在流眼泪多于欢笑呢？其实大家可以去辨别一下哦，因为你们今天显化这个对象啊，我觉得他不会让你太过的委屈，就像刚刚说的，这段感情不会经历太多的虐。或者是说需要你一直去跟他确认啊，你到底爱不爱我等等的，所以我觉得你们的直觉可以让你避开一段不对的感情。如果这段感情真的太消耗你，然后你一直得不到一个确定的答案，一个承诺，甚至是一个关系就是要定下来，一个名分都没有的话，我觉得大家可以好好的去想一想，也许把这个能量断舍离之后啊，我就迎来的这个新的人这么的好。好，以上啊就是有关于第一组朋友今天的解牌啦，那就祝福选到第一组的朋友咯，祝福你们，下支影片见咯，拜拜。Hello，选到第二组的朋友们，大家好。那我们今天呢，要一起来看一下，谁将带给你极致的宠爱呢？这个会深深为你着迷的人，他有什么样子的特征，以及你们可能相处相遇的一个细节哦。好，那首先呢，我们一样来抽出你们今天的这个验证牌哦。我们抽这个蓝天使，蓝天使的神谕卡。21号牌，22号牌。好，那第二组的朋友啊，感觉上你们最近哦，心情可能有一点闷，或者说有一点点懒懒的，不大想要出门。有些朋友你们可能想要宅在家，可以不出门就不出门。如果要出门的话，就希望一次可以去完成很多的事情，可能去拿包裹、买饭啊，然后运动，就是你们会希望一次解决这样子。那有一些朋友在这边看到哦，你们可能跟原生家庭啊、父母亲啊相处的时候哦，听到他们跟你说话，或者说他们很靠近你的时候，其实你们会有一些压力，或是会觉得很焦躁。但我觉得你们心里还是很爱你们的父母，只是说你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有的时候光是看到他们打电话来那个声音哦，看到那个来电显示，你们心情就会有一点烦躁，然后不知道该怎么办，可能会想起小时候在家里父母争吵的样子，或者是说他以前就是跟你说话，或是说碎念，或说骂你的那个情境吧，就是我觉得你们会有一点烦躁感，然后希望跟他们保持一定的物理距离，但是你们的内心啊，又其实是我觉得是爱他们的，就是如果说真的没有办法去见到他们，照顾他们，可能你们内心也会有一些自责。好，这两个讯息我觉得比较特别这两张牌传达出来的讯息。那另外我会觉得这一组朋友，你们稍微比较此时此刻的状态，我觉得你们没有特别想要跟别人讲话，或者是说没有想要到一个人很多的空间，譬如说如果你们要搭那个大众运输，或者是使用那种公众的那种健身房的话，我觉得你们会特别去挑人比较少的时段因为太多人你们可能会有压力。这一组的朋友
你们目前的能量好像不大想要跟人家有太多的对话，太多的接触。有些人，我觉得你们是很专注在自己现在着手进行的那个学业、那个事业上，以至于你没有心力，就是去应付一些人际什么的，或者说你就是要专心在冲刺，你切断了很多无谓的一个社交。那看得出来啊，你们在工作上，我觉得应该也是能力蛮强的。但是有一些朋友，你会觉得，哎，你的付出跟你的得到好像有一点点不成比例。就是说，哎，你今天付出的时间跟精神很多，你应该要得到更好的一个职位，或者是说，你觉得你的能力是可以拿到更好的一个报酬，或者是说，在相同报酬下是一个。你更喜欢的工作的内容，或者是说，哎，这个通勤的距离更近一点，就是，我觉得以你们的能力，你们自己心里好像也明白说，哎，其实你是可以有更好的一个在工作上的表现跟一个回报。那另外啊，还有就是月亮这边我看到有一些朋友，你们心里其实有一些事情压抑了很久，压抑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你们都没有去跟身边的人说，或者是说你也不想说，有一些事情是你放在心里很久了。当你一个人默默的去承受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们可能就会比较钻牛角尖明明这件事情可能会有不同的诠释方式，或者说不同的走向，可是你们就是可能比较悲观吧，你们会先把那个最坏的打算、最坏的那个结果想一遍，而且你们就是会比较往事情可能不好的那个方向去发展，但是其实跳脱来看这件事情可能是中性的，或者说诠释的角度不同，你就会有不一样的心情。这一组的朋友，你们独自在思索一件事情的时候，最近稍微比较有钻牛角尖的一个倾向。好。那以上啊，就是有关于这一组的验证牌。如果你觉得其中有讯息符合到你目前的一个状况的话，我们就继续听下去哦。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人你们遇到的这个人有什么样子的特质，好吗？好，抽这个野狼牌好，首先呢，我觉得这个人呢，你们在相遇的时候，他可能处于某一个第一种情况，就是我觉得他可能处于某一个人生中的比较低谷，或者是说低潮的时期他可能有遭遇一些合伙人的背叛，或者是说，公司上出了营运出了什么问题，或者是说，投资的时候可能误信了某一个人，因而有了一些损失，这是第一种情况。或者是说呢，我觉得他在遇到你的时候，他有一种他很喜欢你，但是他不敢把他的真心表现出来，有点像是他明明暗恋你，但是他又告诉自己说，我没有，因为他会觉得说你并不是这么样子的好接近，或是说他觉得要得到你的心是很困难的。我觉得他有一点因为害怕受伤而把自己的真心而隐藏起来。我觉得这个人在靠近你的时候会有很多的顾虑，很多的想法。他明明是很喜欢你，明明想要跟你有更多的接触，可是他可能就是假设你们真的有机会对话的时候，他可能就是漫无边际的跟你聊天，或者是说只有传几个图，你也许会觉得这个人可能对我没有兴趣啊，你就不会特别把他放在心上。可是他其实很喜欢你，但是因为太在意你了，我觉得他就是会有很多的想法，很多的一个顾虑好，那第二张牌是选择
我觉得这个人他其实在他的生命中啊，在他的感情生活中啊，他是一个不乏选择的人，就是他。可能在遇到你之前已经有了感情的经历。那如果他是那种母胎单身的话，我觉得并不是说因为他没有人爱、没有人追，或者是说没有人喜欢他，反而是我觉得他自己选择单身的一个状态，因为他可能觉得我不一定要结婚，或者是说我现在要冲刺事业，或者是说他就是身边都没有遇到他喜欢的人，因此他自己选择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可是我觉得他遇到你之后啊，他整个心态上有一些转变哦，他可能一开始想要冲刺事业，不想要谈恋爱，可是遇到你的时候，他心里就开始动摇了，所以前面才会说他有一点想要压抑住喜欢你的心情，有点像是我要骗自己，或者是说骗你说我不爱你，但其实他很爱你，只是他很害怕哦，他很害怕，因为因为要爱你这件事情，他现在的人生轨迹要去人生计划或者人生方向要做一些调整，他一开始其实有一点抗拒，有一点害怕这件事情的。可是我觉得经过他沉淀，经过他反思之后啊，他最后会坚定的选择你，有点像是他终于发现你在他的生命中的一个重要性。我觉得他一开始可能还没有那么确定，一开始他可能还想说，我是不是继续拼我的事业学业，不要把感情放得那么重，不要因为一个人就有这种晕头转向。可是我觉得他最后啊，会发现他就是没有办法去抵挡他喜欢你的心情，所以最后有一点弃械投降。我觉得在感情上，我觉得他会最后会很坚定的向你走过来。那这个人呢，我觉得他从小啊，他的那个家庭的环境应该是还不错的，跟你们可能有一点点不一样哦。因为这一组，我觉得有一些朋友。你们是有一些这种原生家庭的伤痕，虽然父母可能也把你照顾得不错，可是我觉得你们是好像就是你会感觉到来自原生家庭给你的一个压力或者是一个控制，有些人甚至是窒息的感觉。那这个人呢，我会觉得他的从小成长的过程中哦，就像在草原上奔跑的这个羊一样，我觉得他父母给他很多的信任跟很多的爱，在他的成长过程中没有太多不好的记忆，就是在这一块，我觉得他心里是蛮健康的。他的父母亲其实给他很大的包容，很大的爱，让他可以自我的去发展，所以我觉得没有什么阴暗跟扭曲的东西。那我觉得他发展的也还不错，而且我会觉得他整个家庭或是说家族哦，并没有那一种拖累人的人，就是我觉得每一个成员啊，都就是自己可以把自己照顾得很好，没有说一定要姐姐帮弟弟啊，或者是说要一个人去担很多的责任。我觉得没有，在他的家族中是比较平衡的，而且我觉得每一个人的事业或工作都发展的还不错哦。好，那这个人我觉得在工作上啊，他是一个拥有他自己专业跟专长的人。他是一个我觉得不是那么会去逢迎拍马屁的人，他比较是专注在这件事情怎么做，以及他专业能力的一个经营哦。甚至我觉得在他的工作上，他是很有骨气的。那他有这个骨气，也是因为他本身的资本足够，他的专业足够，他有办法去跟人家谈判。如果他是主管的话，我觉得他会去维护他的下属，他并不是那种怕事的人。我觉得他是一个勇于承担的人，而且他也不害怕说，因为我坚持要把这件事做好，而得罪了一些偷懒的懒散的人，他不会去害怕这件事情。那在工作上，我觉得他也不会做很多无谓的社交，相反的，他会把他自己认为应该做好的事，或者是说，符合整个公司整个体系最大利益的事情啊，我觉得他就是一个
愿意认真做事的人，比较不会走旁门，比较不会去走偏门，或者是说靠一些这种送礼啊来去很快速的这种升官哦。这个人他是一个有实力的人，而且看得出来他可以在不同的环境中都适应得很好。可能他的工作是那一种变动比较快速的，组织会改组，然后会换老板，或者说他的工作是需要处理一些烧脑的事情哦，每一天的状况都不一样，每一天都有问题要去解决。我觉得他的适应力蛮好的，然后他也是一个可以去享受在解决这些问题之后带来的成就感以及回馈。那我觉得，因为他本身这样子的特性啊，他在事业上发展的一定是还不错，而且得到的那个金钱的回报啊，应该也是蛮好的哦。所以我觉得这个人的物质基础也是不错，不管是男生女生，他都是可以自己去养活自己，而且我觉得他对于他的自己的能力啊是非常非常的有自信的。那他也是一个有原则跟有底线的人，所以我觉得这个人在工作上以及在待人处事上，其实会有他自己的坚持啊，就是道不同不相为谋，所以跟他在一起的好朋友，或者说他的那个圈圈呢，我觉得都是属于比较真心的朋友。好，那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其他的牌哦。好，Life Cycles。这个人呢，我觉得他是一个蛮精神独立，然后也是金钱独立的人哦。刚刚说过他的那个赚钱能力不错，所以他没有要依靠谁才能够生活。然后我觉得他的精神世界也是蛮强大的哦。就算今天他没有遇到你，他一个人也可以活得很精彩。但是今天他就偏偏遇到你了嘛？我觉得他会用一个怎么说呢？他会想尽办法来去追到你们，然后他会希望你也可以完完全全的爱上他，就是并不是只有在一起而已，并不是只有答应跟他在一起，并不是只有两个人好像交往而已。他所谓的爱，他会希望完完全全的，你的世界只有他，他的世界只有你。我觉得这个人他是一个有占有欲的人哦。假设你们就是成为了情侣，然后或者是结婚哦，变成老公老婆的话，我觉得他会不大希望你再去跟就是其他的这种异性，如果是同性恋就是同性，有过多的这个交流。我觉得他是会去吃醋的那一种人，就是他会觉得说，就是你有我就好了，不用再去跟其他人，就是好像保持一个这种友好的关系，特别是一些异性啊，我觉得他其实会不舒服，就是在交友上，我觉得他会希望你可以为他去做一些改变。如果你们本来是那种朋友群很多啊，有很多就是异性恋有很多这种异性的朋友的话，我觉得他会希望你可以因为他而去断舍离掉某一些圈子等等的。好，那我觉得他对你的爱啊是一种偏爱，这个偏爱有点像是你在他的心目中啊，他就不会像工作的时候这么讲求原则，还有讲求一些这种做事情的一个方法啊等等的。就是我觉得在谈感情里面哦，他就是大部分都会让着你，都会顺着你，都会把你当成是他的头吗？我觉得这个人在感情中哦，其实有一点点奴性就是因为他喜欢你，他就会把很多最好的东西都给你。我觉得他的那个有点像是下雨天撑伞啊，他就会往你那边倾斜哦，他自己淋雨没有关系，他会让你可以被雨伞保护得很好，不要被雨淋湿了。
不管是男生女生哦，我觉得他都是一个会为爱去奉献，然后会愿意为了爱情挺身而出的一个人。而且我觉得他会爱得很认真哦，对于爱这件事情，我觉得他很执着。如果你们是喜欢那种热烈的爱的话，我觉得这个人是哦。他跟你在一起之后啊，就做好了他想要跟你一起过一辈子长长久久的打算。可是我觉得他心里啊，有的时候又会有一点担心，会不会你离开他？就是他的心态上，他的目的当然是要跟你长长久久。可是我觉得，因为他太喜欢你了，他会有一点小小的自卑感，就是会想说，哎，有一天你会不会离开他呢？所以我觉得他一方面让自己精神独立起来，不要让自己太依赖你，也有可能是因为害怕。因为他也是那一种会在感情中有一些小剧场，会想比较多的人。有一天如果啊，你真的抛弃了他，你真的离开了他，他会活不下去，他会太难过，所以他在心情上想要让自己不要太去依赖，在关系中他还是想要保持他的一个独立性哦。可是我觉得如果啊，你们就是给他够多的承诺，或是给他够多的一个安全感的话，其实我觉得这个人是可以去解决，或者说去打开他心里的这个结的。他真的是很喜欢你，我觉得他会比你喜欢他更加的喜欢你。就是你喜欢他10分，你觉得10分已经很满了，但是他会回报你20分。我觉得他会那个好是你想象不到的，也是你之前没有体验过的。好，你们接下来这张牌啊，是那个生命的一个循环哦。你跟这个人在一起啊，你们非常有可能走向那一种传统意义上的一个圆满的大结局，就是我觉得你们会自己组建家庭，有自己的后代，或者是说两个人有共同抚养宠物这样子一个就是传统美满中幸福家庭的一个定义。那我会觉得这个人为了他的家庭哦，他其实会很愿意去奉献，很愿意去付出哦。刚刚说过，他本身是一个有事业心的人嘛，那在他单身的时候，他可能就是因为要追求自己稳定的一个生活，或者说要追求自己的成就感。那当他进入到家庭之后啊，我觉得他的重心就会转移到家庭。那在物质上，在事业上的追求啊，也都是希望他可以提供家人，可以让这个家庭有更好的一个发展，希望可以带更多的资源到这个家庭中。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能够为家庭、能够为家人去付出的，而且他在付出的时候，他不会有什么犹豫，他会希望啊，可以把他以前小时候哦，来自父母给他的那些丰富的资源跟丰盈的爱，再传递到他的家庭，传递到他的家人身边哦。他会把他儿时的记忆，那种幸福美满的爱以及丰富的资源，再延续到他的家庭，在他的下一代身上。所以我觉得他会把一些良好的品质或是基因这样子薪火相传的传承下去。这个人他是一个有家庭观念的人哦，所以我觉得你跟他在一起，在跟他建立家庭的时候，你不大会去担心说，劈腿啊、外遇这些事情，那也不用担心说这个人会不会只顾他自己，然后只顾享乐，都不拿钱回家，或者说都不去分摊家务。我觉得这个人不是这样，他是一个蛮有自觉性跟蛮有责任感的人哦。你不但会需要去碎念他，他其实会有很多自发性的行为跟行动去照顾他和他所爱的一个人。好，再来看一下塔罗牌的部分哦。我们第一张牌哦，圣杯6。
太阳在天蝎，圣杯六这张牌啊，我会觉得说你跟他在一起哦，你们两个会有很多你们的生活乐趣跟生活的情趣哦。这个人他是一个家庭的守护者跟保护者，我觉得比如说啊，你们工作很晚的时候，这个人他是一个会为你等门的人，可能他会在家里煮饭啊，然后等着你吃饭，然后为你热菜的那种形象，或者你回来的时候，你很饿的时候，他会去想办法变出准备你最喜欢的东西，或者是说帮你按摩等等，让你放松，或者是说有一些人哦。如果说你工作地点比较不方便，然后你要工作到很晚，那时候已经没有大众运输工具的话，这个人呢，他会去开车，到你的公司楼下等你。那就算那个时间很长，因为你可能在赶案子，不确定什么时候下班的话，他会在车上1个小时、2个小时这样子的等都有可能哦。我看到的画面是这样，我觉得这个人他是一个行动派的人，你会从他的行动中去感受到他对你的一个爱，然后就是这样子日常的生活中，其实你们会累积很多美好的回忆。如果你们有自己的小孩，有自己的这种宠物的话，我会看到你们可能一起去遛狗，或者说一起带小孩去游乐园啊，一起参加什么样子的活动，就会有很开心的那种家庭家人相处的一个情形哦。那太阳在天蝎座的话，我觉得这个人的个性哦，有的时候有一些倔强，然后也有一点强势吧。我觉得特别是对外的，他是一个很保护家人的人，所以我觉得他对外会很坚持他那个底线跟原则，不要让外人去侵犯到他的家庭，也不要去伤害到你的一个权利。那我觉得他是有一点点闷骚，就是他的内在哦，其实非常的性感，他的内在其实有非常多的权利。我觉得他这个人呐，对于人生并不是无欲无求的，相反的，他有很强烈的一些眷恋，很强烈的一个希望，在遇到你之前，他可能会去追求。金钱呐，或者是渴望他的权利，或者说他希望他的外表能够有所提升。但是我觉得遇到你之后啊，他就是渴望家庭，渴望爱情哦。他很多时候啊，都不会很轻易的去暴露他自己内心的想法，就是他会把爱放在比较深的地方。可是从你怎么说，从日常相处的行为中，其实你可以看见他对你的真心诚意。而且他真的是一旦认定了某一个人的时候，他给到的那种爱是一辈子的，是长长久久的。这个长长久久并不是平淡无聊的小日子，相反的，我觉得这个人是一个可以长期持久的激情，有没有？就是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不会觉得很无聊，你不会觉得说，人生就是这样很平淡的过。我觉得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会感到非常的强烈的被爱着的感觉。他一旦爱上一个人，一旦认定一个人哦，接受一个人，他基本上就能够做到不离不弃，因为他的个性，他面对感情就是蛮倔强，然后又有一些执着。那我觉得他是一个内在很性感的人，但是这个性感这一方面，就是只有你们可以去看到这个人的脑子，就是他的头脑是蛮聪明、蛮有内涵的。我觉得有的时候你跟他谈话，或者说你跟他相处的时候，你就会去被他的就是说话的方式，可能是很可爱，或是很幽默，你就会有点像是沉浸在他所营造的那个氛围中。好，接下来再看到我们这一张牌是一样是圣杯牌哦。圣杯牌，圣杯10，好，这张牌是传统意义上的这个幸福美满大团圆的牌哦，彩虹还有彩色的10个这个杯子哦。好，
一样也有出现那种家庭的意向，所以我觉得这一组朋友你们很可能就是会结婚，那会有自己的小孩、自己的后代，因为这2张牌都有小孩子出现了，或是有一些朋友你遇到这个人的时候，就是你们是先有后婚带球结婚，或者是说一结婚的时候很顺利，就是很快迎来人生中的第一个孩子等等的。那这张牌圣杯10啊，火星在双鱼所以这个人呢，他是一个内在有一点点敏感，但是又很强大的敏感又强大的一个人啊，他对你是很敏感，对你的情绪是很敏感，但是他又可以很坚强，不会说很柔弱的一定要去依附着某一个人。而且这张牌还有一个意象，就是看似这种很开心很和乐一家人团聚的同时啊，这边还有一个讯息是，我觉得这个人他是一个喜欢在这种闺房情趣中，他是一个你会看到他不同的另外一面啊，就是有的时候在2个人的时候，在晚上的时候去做一些比较禁忌的事情他会觉得很兴奋你就是越反对他，然后他越要这样子弄，然后我觉得他是可以跟你一起玩一些很令人血脉喷张的一个游戏啦。那他也很喜欢你去挑逗他，或者是你去引诱他等等，他会觉得非常的兴奋，就是整个人好像到了不同的一个境界他的白天跟他的晚上是有不一样的一个形象的。接下来我们的这一张牌是10号的，我们出现了两个10圆满的象征。10号权杖10，权杖10这张牌土星在射手我觉得这个人在遇到你之前或者说遇到你之后你们的生命中可能有经历过一次比较重大的转变可能他在从小的时候有家族移民，或者是说他有搬家过，或者是说这个人有去不同的城市求学工作，也有可能是你们2个在一起之后有要一起移民，一起移居到某一个城市，有这样子的能量。然后我觉得这个人他有一点点矛盾，有一点闷骚，因为土星在射手，它其实是一个有一点冲突的能量。射手是追寻自由，追寻宽广，那土星它有点像是经过磨难，经过困难，然后生活有一些历练的感觉，所以有点像是一个热爱自由的小男孩，他想要去探险，但是他同时又带着一颗老灵魂的这样子的感觉，所以我觉得他身上是有这种不同的层次、不同的层面，也许在于公上，就是也许在工作上，这个人都是端出他那一副老灵魂的一个姿态，然后做事情都是非常的可靠，但是在私底下他就像射手座一样，他是这种无拘无束的，他希望在他的情感生活中，在他的私领域中，他是可以玩得很开放的很松的人。土星射手他的这个力量我觉得他曾经有受到外在的压迫，曾经因为一些事件他的个人的光芒被掩盖住，有可能是有些朋友一开始就抽到这张牌嘛，观察者的7号，所以有些朋友当然就是你遇到他的时候，他可能就是遭受到一些人生比较低潮的时期，被背叛，或者说工作上的一个转折点等等的，可能就是因此在那个时候他的个人的光芒暂时的被掩盖了，他暂时要寻求其他的发展，必须要另起炉灶，或者说必须要去
离开现在所住的这个地方哦。所以我觉得这个人他的精神世界的强大，也可能来自于他的一些人生的一个历练哦。但是他本质上是有这种射手座，就是乐观啊，象征自由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人他即使经历了低潮，即使经历了难过，他不会让自己在负面情绪太久。相反的，我觉得他因为这个射手座的乐观，他其实可以去想到方法解决，而且他不但会把负能量带到家里来，我觉得他会自己去排解，不会说因为今天工作很不顺啊，回到家里就对你大发脾气，或者是说就是要找一个出气筒出气吧。我觉得这个人在情绪方面算是控制的蛮好的。射手座他是一个高阶的火象星座，他也很喜欢玩乐，然后很喜欢去探索一些生命的本质，所以我觉得他在这个跟你相处上啊，你会感受到很多这种热情、激情跟热切的能量哦。只要你去打开了他的这个开关之后，我觉得你其实可以发现他很有趣、很好玩的那一面。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的这一张牌是命运之轮。命运之轮跟这张生命的这个轮回、生命的巡回，我觉得很像，都是这种圆圈，都是缘分。缘分就好像是一个圆圈一样，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你们两个其实都逃不掉、躲不掉的命运。我觉得你们今生就是会相遇。而且相遇的这个方式啊，不见得是你能够去设想、你能够去预料得到的。可能你跟他其实你们现在的地点是差了108000里两个人在不同的国家可是因为很巧妙的一个缘分也许你去他的那个国家学习、念书，或是他来你的国家工作、学习等等的，很巧妙的因为一个聚会认识了，或者是说因为网络把你们牵起了这个线。有些朋友啊，我觉得你跟他的遇到可能是在某一次工作或是学习的那个场合你本来的目的是为了要去工作，本来目的是要去学习，或者是说因为某一个朋友的聚会，某一个人需要你的帮忙，然后你就去帮忙了。因为这种很巧合、很巧妙的原因啊，你跟他就对上了眼，你跟他就认识了。就是有可能你们一开始是为了别种目的，可能说你参加旅行团，你可能是要去玩呐，没有想到在旅行的过程中你收获了一段爱情或者是说你本来是有求于别人，你要去问什么样子的资讯，然后在这当中啊辗转认识到了你未来的另外一半，你未来的老公老婆。有的人可能就是偶然的看到网络上的一个活动的讯息啊，这种联谊的讯息，然后你们就报名参加了，本来也没有想到会发生什么事，没有想到就遇到了一个跟你可以无话不谈的人。所以我觉得这种缘分啊，真的是来得非常的奇妙，他说来就来，要抵挡也没有办法去抵挡，而且来的速度啊就会非常的快。命运之轮一旦动起来，它其实就会发生的很快，你就会感觉到彼此之间强大的吸引力因为从你们相遇开始啊，这个命运之轮就开始转动了起来，你们两个之间呢就会有一种莫名的能量的感应。他看到你的时候，特别是他啦，我觉得他第一眼就会非常非常的心动，他会非常的想要来到你的生命中，成为你重要的人。他不会希望这只是一场短暂的交流，只是一个偶遇而已。我觉得这个人他其实遇到你之后，他就会很想要紧紧的去抓住这样子的缘分。很大一个程度啊，我觉得对方会先去给你发出邀请，就是在前期啊，我觉得对方会比较去主动一点，或者是说呢，你跟他聊天的时候，他回讯的速度都很快，然后他也不会去拒绝你，然后他会就是你可以感觉到他是有心维护这一段关系的，他对你就是一见钟情，因为你就是他喜欢的那个样子，所以其实
他一看到你的时候就已经在心里认定说这个就是我的男人，这个就是我的女人，但是他可能没有明着的跟你讲嘛，因为可能两个人刚开始还不熟，他也不会做这么唐突的事情。可是我觉得他的心里啊，就想说已经开始跟你计划未来一起过生活的种种，他就是想要跟你成家啦。我觉得他就是一开始就是认定了要跟你走一辈子的那一种情感，进入到长久的一个关系哦。我觉得他真的是把你视为真爱。但是在前期在探索的过程中，他可能会想很多，不确定命运呢会把你们牵引到何方，不确定这一个缘分可以走得多深，走得多远。但是当他继续跟你交流，继续跟你谈话，继续跟你发展的时候，他会发现哦，原来啊，这个并不是只有他的单相思，他的暗恋，他也感受到你们对他的爱。重点是他有感受到命运哦，推波助澜，命运也在帮你们牵红线，命运也在帮助你们促成这一段感情。所以我觉得你们的感情啊，中后期哦会发展的蛮快的，蛮顺利的。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 Lighthouse。好，我觉得这个人呢，你会在他满满的爱中感到自信，感到说你是有很多的优点的，你可以从他的身上中看到满满的喜爱。因此我觉得你会，假设你的心啊之前在原生家庭，在感情其他的感情中有一些破碎，有一些对自我怀疑不自信哦，到这里啊，我觉得他就像是替你的这个房间，这个心房哦打开了灯，不止一盏灯哦，会让你整个心房都非常的明亮，照耀你的心。你会相信你自己是有价值的，你并不需要努力的去做什么来争取别人对你的爱，你本身的存在就是一件很棒的事，你本身的存在就是一个很独一无二的存在，不需要很努力的去争取别人的认同。我觉得你会在这份爱中感受到充足的自信。接下来这张牌哦 ，Morning 这个早晨哦，醒来的时候啊，你每一天都是非常的愉快哦，这个眼角嘴角都在笑哦。我觉得你跟他在一起的生活啊是很开心的，然后每一天都，我觉得会有很多无忧无虑跟自由自在的能量。然后这张牌的窗外有很多鱼嘛，代表说你们的物质世界、你们的精神世界都是丰富的，没有太多需要去烦恼跟担忧的东西哦。有的时候跟他在一起的时候耍废啊，就放松啊，什么事情都不做啊，也很好，也很开心。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可能哦，昨天晚上哦，他给你一场很极致的这种肉体上的这种亲密关系的一个体验哦，所以啊。你起床，你隔天起床的时候回想起哦，昨天那个美妙的那种情境啊，你都觉得好开心哦，好想要再来一次的感觉。我觉得你跟他在一起，就是身心灵都获得满足，每一天起床都会很期待今天的感觉，期待今天会有什么样子的事情发生呢？好，盛宴哦。你们可以去慢下来跟庆祝。这一张牌就是这个女生呢，她坐在王位上，宝座上，有一大堆东西吃哦，甚至是太多了，还有一些吃不完的水果啊、红酒杯啊，还掉落到地上哦。这个有一点，我觉得这个人他太宠你了吧，就是把太多的东西都给你。然后有点像是你只需要10分，然后他就给你20分，或者说假设你们是那一种男主外女主内，然后你是主内的那个人哦，你可能每个月的生活费只要一定的数额，然后这个人就莫名其妙要给你2倍，让你都花不完的感觉。我觉得他就是会帮你准备的好好的，很怕你饿了没有东西吃。他会去，我觉得他会去蛮照顾你，蛮滋养你的一个人。
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会有很多，我觉得是这种庆祝啊，以及仪式感的时刻哦，会有这种精心的一个时刻。当你们面对生命中比较低潮、比较难过或是不顺遂的事情啊，我觉得你们都有办法用自己的方式来化解。比如说两个人会去吃一顿好吃的，或者说两个人会去旅游、会去度假等等的。我觉得你们的生活是张弛有度的，你们绝对会找到属于你们的快乐跟放松的这种方式，不会说生命一直都很紧凑。就算两个人一起遭遇了生命中某一个这种比较难堪、比较艰难的时刻，你们两个也会在那样子的时刻中去用你们的自己的那种小确幸来去度过，所以我觉得你们两个有一点同舟共济吧。不管生命今天带给你的是很甜的，还是一个很酸的柠檬，你们终究有办法变出一场盛宴。我觉得就算是比较低潮的时刻也好啊，你们两个有一种因为两个人在一起就可以化一切苦难为祝福，或者是说，两个人互相开玩笑，用比较幽默的方式去度过某一个困境。所以我觉得你们两个最终啊，整体啊，看起来结合的能量，那个是非常好、非常正向的，然后也会随着两个人的这个努力啊。好，你们的物质生活，我觉得会是很丰盛的。这个丰盛，而且还是会有余的。你看这边有余的出现，然后这张牌的意象有点说，你们会得到的比你们需要的还多。我觉得那个物质上的丰盛啊，会不止有多出来，还可以存下很多，甚至还可以去分给别人，帮助别人的感觉。好，我觉得这是因为你们真的是很有福报的一组然后对方也是很有福报，才可以认识到你们命中注定的一个缘分。那以上啊，就是有关于第二组朋友们你们今天的解牌啦。如果你觉得今天的能量有对应到你的话，欢迎在下方留言领取好运，领取第二组的好运能量。那我们下支影片见喽，拜拜。Hello，选到第三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今天呢，一起来看一下这个对你们极致宠爱的对象哦。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你们的验证牌哦。你们的验证牌是 Patience 耐心。我觉得选到这一组的朋友啊，你们给我的感觉是，你们现在可能也许你们单身了一段时间然后你们已经把自己准备好了，准备好有一个人进入到你的生命中。我觉得你们是不轻易的进入一段感情的，因为你们并不想要好像随随便便的因为想要恋爱而恋爱。相反的，我觉得你们会认为说，真正好的东西啊是值得等待的，真的好的东西啊是经得起考验的。你们没有谈恋爱或者单身的时期啊，你们可能自己有很多的兴趣，有很多的尝试，可能在学业、在专业上很努力，或者是说，有自己的一群朋友，所以我觉得你们也是把自己的生命、把自己的这个生活啊，经营的多彩多姿的，在情感上你们会期待一个归宿，可是你并没有确定说，应该说你们并没有预设一个立场，说我一定要在什么时候我就要把我自己消掉。当然你心中可能会有一个期盼，但是如果说在那个年龄点到了，身边没有适合的对象的时候，你也不会硬去抓一个人说，赶快来结婚，让我完成就是几岁以前可以结婚的这个梦想。因为我觉得你们在感情里还是比较谨慎的，你们是属于那一种就是要一个最好的，可以长长久久的。那如果需要等的话，你们愿意去等，你们心中是期待一个美好的桃花跟美好的爱情的。那第二个讯息出现在这张牌我会觉得说，有些朋友
你们可能目前正在等待一个感情的走向，那个结果的发展会如何？有些朋友，你可能跟某一个人的关系要结束了，或者是说快要结束了，就是理智上觉得可能进行不下去了，而你们之间呢有一些牵扯，可能有一些金钱、财产或者是房子、小孩的问题，你们等待解决。就是有一些朋友，你们是这个等待是被迫的，就是说你们暂时现在的状况好像卡住了，你在等待跟某一个人完完全全的断开之后呢，才可以重新的去开始，重新的在感情中悠游自在吧。那有一些朋友我会看见其实你现在身边已经有一些暧昧的对象了，就是你身边是有一些正在连接、正在认识的人。那可能还不止一个，然后你现在有一点说我在观察，或者是说，我在跟他们相处看看，然后才能够更肯定去决定说我这个感情是不是可以从暧昧发展成恋人，或者是说呢，你就跟他当朋友就好了。我觉得有一些朋友你们是已经有关注的对象，已经有发展的对象，只是你们现在呢，正在等待，正在看看，正在去决定说，这个人适不适合我，或者是说哪一个人比较适合我。你们也不会很着急的要把自己消出去，你们愿意给自己多一点时间，停下来想一想，看一看。等等的，然后希望可以好好的下一个判断。好，那我们接下来看到的这一张牌是女祭司的牌女祭司这一张牌我觉得很厉害它是一张很灵性的牌所以有些朋友，我觉得你们可能蛮有灵性天赋的，或者是说你们本身就是一个有在灵性方面有在学习、有在修炼的人，或者是你只要听到或看到一些身心灵的资讯或是课程你就是非常的有兴趣。有可能你们常常会看到天使数字，或者是说做一些预知梦。你们在灵性方面的直觉可能是很强的，因为女祭司她是神的这个代言人，她是连接神跟人之间的桥梁所以我觉得你们是那种关于这种灵性关于这种其他维度的讯息你们的感应力跟理解的能力都比别人来的强。那这一组的朋友，我觉得你们也蛮适合去学习这种塔罗牌之类的一些身心灵或者说助人的工作，我觉得你们蛮适合的。好，接下来呢，我们看到的这一张牌是金币二金币二这个女生她的两只手各拿着一个包包有一个包包已经拿在她的手上，这个红色的鲜明的有金币图案的皮革的包包，另外一个包包好像是天空中的太阳所以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其实你们在感情上应该是属于那种蛮有魅力的人。有的人你们可能就是在一段感情中，但是还有其他人跟你示好，或者是还有其他人在关注你。那有的人你们可能刚刚说的，有些人可能正在某一段感情的结尾尾声，在跟某一个人拉扯，可是你理智上知道快要结束了。而这个时候我觉得其实你们也有就是往前去看一看有没有你适合的对象。这个女生她一只手握着的这个包包是很具象，是很具体的。那另外一个好像是天空中的太阳，是一个精神世界的追求。所以我会觉得，可能有些朋友，你们现在是在一段感情中的，或者说你曾经在一个就是很具体的，你跟一个人一起生活过，一起相处过，但是你心中又有一个更高的追寻，就是说你可能觉得你过往或者说你现在的这个感情并不是100%理想的，你的那种理想的感情生活，你心中就会想说，是不是在我的感情生活中有其他的可能性呢？是不是我可以找到我心中那种温暖的无条件的爱呢？就像太阳一样，我觉得有些朋友你心中会有这样子的想法，这样子的期盼好，
那再来看一下这一张牌哦，是这个火凤凰哦，浴火重生的一个能量。这张牌的能量非常非常的强哦。那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啊，你们抽到凤凰哦，你可能真的是在感情中哦，经历过一次浴火重生，经历过一次蜕变哦。你们去好像主动的把自己走到这个火里面，你们主动的去跳到这个火里面，你主动的去把自己燃烧成灰烬。为什么呢？因为你希望你可以浴火重生，你重生之后，这个羽毛更加的美丽，更加的鲜红，你可以飞得更远。所以我觉得你们有那种能量，是你可能真的很痛，但是你愿意去断舍离，因为你希望以后的生活可以不要好像这么辛苦，或者是说你觉得在感情上长痛不如短痛。我真的很喜欢这个人，可是过去都是我一直在付出，这个人总是好像没有给你同等的回馈，以及他的承诺没有兑现，他并不像他说的那样，或者说每一次犯错又来求和，种种的，你实在是受不了了。你希望感情可以朝你希望的方向发展，所以你必须要跟旧的人、不对的人断舍离。就是我觉得你们有一种积极主动的断舍离的能量，而且断舍离之后啊，你就不会再受到那些负能量纠缠了。你们呢，达到了一个新生的一个状态哦。我觉得你们会放下一些内心的纠结，对这个人、对这段感情那些失望的情绪，重新的把目标转移哦，把你们的眼光看向更高更远的地方，以及未来。我觉得你们对于未来心中是有所期盼的。有些人也许是某一个跟你连接的人哦，他在感情中他选择了其他的能量，他选择了其他人，所以你知道，这一段感情不能继续下去，你也很勇敢的将他割舍，和他告别，然后再往前走，再往前看。我觉得你们内心啊，真的是有一个对爱情很深的期盼，以及对自己一个深深的相信。在蜕变之后的你们呢，会变得更加的美丽，更加的勇敢，更加的绽放出你们的光明，飞得更高，看得更远，也更加的成熟。所以这个啊，是火凤凰的能量，非常强大的能量哦。它是一个从旧到新的一个过程。我觉得你们可以火凤凰加上女祭司，你们从这个蜕变修炼的过程之间呢，你可以去锻炼出自己更强的直觉力。因此啊，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你们的耐心等待是有结果的，因为接下来你们要遇到的这个人啊，你们绝对可以从你们的直觉中去辨认出这一个人。好，接下来呢，看一下有关于这个人哦，你们连接的一个讯息哦。首先呢，我们第一张牌哦是这个罗盘哦，指北针哦。好，他说的是说，让你的心啊成为你的这个指南针、指北针哦，让你的心成为你的罗盘哦。所以我觉得这个人出现的方式啊，他可能是一个非传统的方式。你们在爱情里面啊，你们跟他的连接以及可以感受到的经历哦，他并不是，就是他并不是那一种凡夫俗子可以去想象得到的。我觉得他有一种超脱言语去形容的感觉，就是我觉得你跟他之间呢，有一种好像你觉得已经不存在在这个世界上那种稀有的爱情，很纯粹的爱情。我觉得这个人对于感情啊是非常非常的忠贞，非常非常的坚定哦，就像是爱上了这个人就会朝那个方向前进哦。他所做的任何事，他所每一天呢，他的工作、他的生活都是有一个指向，就是他心中的那个北极星这样子，他的每一个目标都是朝这个方向前进的，而你就是他的北极星。所以呢，我觉得他心中有一个非常坚定的信念，在于你跟这个人连接之后啊，他就是要来爱你的哦。
这组的朋友有可能啊，你们在跟别人接触的时候，你们并不是一个很好接触的人，可能你们心里啊会有一些防卫，或者是说你们有一些傲娇，你们有你们的任性，然后你们也有你们的地雷跟那种带刺的地方哦。那我觉得这个人哦，他会很巧妙的。绕过你那些缺点，然后去包容你，去爱你。可能别人都被你身上的刺刺得遍体鳞伤，刺到不知道要怎么去爱你，不知道怎么去接近你。可是这个人他会用他独特的方式去包容你，然后去跟你做连结。就算呢，你在他面前很不修边幅。很暴露出很多，就是最真实，甚至是有一些缺点的地方啊。我觉得其实这个人都会笑笑的去接受，或者是说，因为他本身就不是一个在思想上比较古板、比较传统的人，我会觉得只要是他认定的人哦，他其实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有的人我会觉得你在遇到这个人之前啊，或者说你在跟他相处的时候哦，可能在中间那个过程啊，你明明很喜欢他，但是你又会给对方一些些的考验，可能有的时候讲话的时候啊，或者是说在联系的这个频率跟速度的时候啊，你可能有的时候会故意啊冷淡下来，或者是说故意啊不要对他那么好，给他一些考验，看一看。他能不能够接受，或者是说把自己不好的一面去跟他讲，看一下对方会有什么样子的反应哦。其实我觉得这个并不是因为你们很坏，故意要去欺负人家，而是我觉得你们心里很害怕受伤，你们想要先确认这个人不会离开我。然后我才敢把我的心完完全全的安放下去。你们会发现这个人呢，他是可以通过层层考验的。我觉得这个人呢，他是就是会很爱你，很爱那个真实的你，很爱你本来的样子。所以你们在他面前呢，其实不用很刻意，或者说很战战兢兢、很小心的，一定要去呈现出自己最好的一面。我觉得你们可以很放松的做自己，他喜欢你最真实、最原本的样子。我觉得他也不大会去挑剔你，相反的，我觉得你会因为这一段感情啊，我觉得你会想要把自己的刺去拔掉吧，可能觉得他对我那么好，然后我还用这些刺，或是我还因为心中的伤口也不是他造成的，然后去伤害他，你们会觉得很不忍心哦。我觉得你们会愿意为这个人去卸下心防，那这个是我觉得你们会完完全全的信任这个人。好，我们第二张牌哦，是一只这个蝴蝶，然后感觉上啦，这一段感情哦，很令人这种惊艳哦，或者是说，你跟他在一起的模样哦，会蜕变成一个你自己都没有想过哦，原来我可以这么的美，原来我可以为爱情去做这么多的事情哦。就是我觉得这段爱情会让你们学习，会让你们成长。这一组的朋友，你们可能不是一个特别喜欢，就是主动去承担很多很多压力的人，或者说，你们会觉得如果可以选轻松的那一条路，不见得就是要那么辛苦。所以我觉得你们在这段感情哦，你就是不知不觉的会去学一些事情哦，然后这些事情你是心甘情愿的，然后你会因着跟这个人的相处，发现你变得更加的不一样了。可能你因为这个人，你去学习做菜煮饭，去学习健身，或是你学习新的语言文化、新的技能，比如说开车等等的。这个过去一个人的时候，你们可能就是不会想要去学，懒得去学等等的。可是也因为你跟他在一起之后啊，我觉得你的生命多了很多不同的体验哦。我觉得你整个人变得更加的亮丽了。那你们两个之间呢，因为他给你的信任，他给你的爱，我觉得你会很相信说，即使你一时半刻拒绝了他，即使你好像
刻意搞消失嘛，或者是说，有的时候心情不好就不理他，他也会始终如一的在那边用他的这个温柔的心去陪伴你吧。我觉得这个人他是一个可以看到你本质跟核心的人，在你还是毛毛虫之前，他就爱上了你，他不是等你变成蝴蝶才去追捧你。我觉得在你们变成蝴蝶在你们这种浴火重生之后啊，就是喜欢你们的人真的可能一大票，很多人都会慕名而来。可是真的这个人是在你最原始还是毛毛虫的阶段，他就爱上了你，所以他对你的爱并不是因为你今天的这种外表的这个形体，你是毛毛虫还是蝴蝶，他就是爱你的灵魂。我觉得你们的连结是一个超越世俗的，超越外在条件，突破那些条条框框，甚至是跟宗教、种族、肤色、性别都无关的一个爱。你们的爱是一个很纯粹的爱，你们的爱是一个真正的100%的一个连结哦。那我觉得你们的爱是那一种越爱越深，就像好酒越陈越香。当你们的时间，当你们一起经历的时间越多之后啊，你会发现，其实两个人啊，真的是越来越有话聊，有一种老了之后可以白首话当年，就是一起可以闲话家常这一种子孙围绕在身边的感觉。好，我们再来看到下一张牌哦，是向日葵。这张牌的能量啊，非常的温柔，也非常的积极哦。向日葵它的花朵会随着太阳的方向而转动，然后它中间呢有一个这种圆圆的回圈哦。我觉得这个人呢，不管重生几次，他都会选择爱你，所以我觉得你跟他的缘分呢，很可能是月老的姻缘簿中注定啊要认识的。我觉得他一定会在茫茫人海中排除万难来找你。那你遇到这个人的时候啊，我觉得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讯息，就是你们要去放开一些潜意识中你觉得令你受伤的、令你难过的能量。你们可能在过去一段感情的关系中令你很失望，或者是说有一个令你很痛的一个记忆点。但是我看到的是这个人他向日葵，就是我觉得他这种向日葵向阳的能量，他会给你带来很多的光跟热。他会，如果说他是太阳的话，你是向日葵的话，我觉得你会受到他的一个滋养，你心中的那些伤痕会愈合，会结痂，会脱落，那个伤口啊会长出新的皮肤。所以我觉得大家不用去害怕，我觉得大家不用因为在感情中不好的经验而害怕去跟这个人连结。我觉得他会给你带来很多滋养，很多这种温柔的能量哦。有的时候在感情中啊，好的时候你好我好，但是分手见人品，所以有些朋友你们可能真的是被这种人品不好的人吓到了，你很害怕，你跟这个人谈恋爱的话，会不会再次发生之前一样的事情呢？所以这张牌真的要告诉大家，你们要放掉一些过去你执着的价值观，你要卸掉心中一些重担跟烦忧。我觉得你们可以完完全全的去敞开心，去相信这个人，不要把太多的不安全感跟不信任感带入到关系中，或者是说，我觉得你心中本来有所疑虑的话，这个人都会用这种他的小太阳的能量把你融化，把你包围。那当然，我觉得大家也相对的在这段感情中要对他多一点点体谅，多一点点包容。你们不要去做破坏关系的事情，也不要让关系恶化。相反的，大家也要站在对方的立场去想一想，什么事情才是真正对对方好的？什么事情呢？
才是真正对对方有益，以及对这段关系有益的。我觉得你们在这段关系中哦，坦诚跟真实是很重要的，要把心里的话好好的沟通，而不是互相的猜忌。有的时候就是不说清楚讲明白，然后又觉得对方没有照你的意思去做，你们可能就会生闷气，最后就会爆炸。所以在这段关系中啊，我觉得你是可以直接跟这个人沟通的，因为他想要让你开心的过每一天，而不是把这种悲伤啊隐藏得很好，或者是都不说，有话都不说，有话都压抑在心里。可能你们过去有这个习惯，但是遇到他之后，他真的希望你们可以打开。如果你愿意去跟他分享，你的需要、你的情绪的话，我觉得他会非常的开心。然后这个人呢，他也知道你们其实是一个很聪明、很通透的人，所以如果他只是用那些甜言蜜语啊，或者是他只是用一些套路小技巧，是没有办法把你们去骗倒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人给你的爱情就真的是真诚，他就真的是尊重，然后温柔体贴。我觉得他会去慢慢的靠近你，慢慢的去观察你，然后呢，他会用他的方式慢慢的去通过你的考验，让你去爱上他。我觉得你们最后啊，一定会爱上他。我觉得他就是有这个能力，有这个能耐去达到，去虏获你们的心吧。可能别人过去都没有办法，你们过去你的心可能就只开放70%、80%，可是我觉得你们会愿意为了这个人完完全全的开放。接下来呢，再看到这一张牌哦，是我们的地球哦。好，地球这张牌啊，给我连接到的能量是，我觉得这个人哦，他应该是喜欢旅行，喜欢走走，然后喜欢到处看世界。我觉得他的生活啊，他是有一个规律性的，就是也许他从事的工作啊，是属于这种有固定的上下班时间的，或者是说，我觉得这个人他在生活上是比较自律的，可能几点到几点要做什么，他其实自己都安排好了。那我觉得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其实有一个疗愈的能量非常强。刚刚说过，他很像是太阳一样滋养你，可是我觉得同时啊，我觉得你们身上也有很多这种水的元素可以疗愈到对方哦。对于对方来说啊，他很需要安全感以及一些心灵上的陪伴。我觉得你们刚开始认识的时候啊，就会天南地北的聊啊，聊工作啊，聊心灵啊，聊生活的困难，以及聊一些娱乐的话题、开玩笑等等的，就是各种话题百无禁忌，各式各样都可以聊。那我觉得慢慢的啊，你会发现他正在准备，他正在筹划一些事情哦。我觉得这个人他有可能会在特殊的日期啊，给你一个惊喜，或者是说给你安排一场约会，或者是过来找你等等。我觉得这个人他是会重视这种你的生日哦，或者是什么样子的节日的人，他会去记得，就是他可能并不是每一个节日都会去过，可是真的就是特殊的，可能你们的生日、圣诞节，或是你们几周年纪念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人他是会放在心上的。那在工作上来讲，我会觉得他是一个工作啊、事业啊，算是有一点忙碌的人哦。他有的时候很需要他在工作比较忙的时候，你们可以给他一些安慰、秀秀或是陪伴吧。我看到的是，其实你们也给他很多的鼓励，很多的支持。我觉得两个人就是有一个互相疗愈的能量，而且意外的可以结合的非常好。我觉得你们两个要疗愈的点不一样，你比较像是内心的过去情感或是原生家庭中有一些伤口或不愉快的地方。或者是说，你本身啊，对于感情就是防卫心比较强，而对方，我觉得他比较像是，在他人生现阶段一个
方向的转变，或者说，应该要怎么样子的选择，在学业上的一个突破，更上一层楼等等的那些问题啊，他会需要你们去支持他。那这个人呢，我觉得他是一个可以跟你天南地北的聊得很广，也可以聊得很深的人，就是我会觉得你跟他在一起啊，绝对不会无聊哦，就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做，而且呢，你们还可以一起并肩作战。就是我觉得这个爱啊，并不是很单纯的只有浪漫爱而已，你们也可以成为人生中的好队友、好战友。我觉得你们两个也可以共同去实现、去完成什么样子的目标跟挑战哦。比如说有关于旅游的啊，我们要一起去攻下几个国家，或者说，在工作上啊，两个人想要一起创一个事业，或者是说呢，你们想要组建一个家庭等等的，我觉得你们也是可以成为好的战友、好的伴侣哦。你们两个结合起来就是一个完整的圆，是很互补的，阴跟阳的能量达到平衡，你们绝对是有精神共鸣的，而且我觉得你们的沟通很顺畅。在这当中啊，我有看到，就是我觉得你们两个会有一起很开心的庆祝的那个能量，一起就是有点像是你们两个关系中的某一个里程碑。我们终于在一起多久了？或者是说我们两个共同完成了一件什么事情，或者是说庆祝他的升职升迁，或者是说庆祝你的人生取得什么样子的一个成就，得到一个好消息。我觉得会有这样子的能量在。好，再来看一下宇宙还有什么样子的讯息要给我们呢？好 ，release 这一张牌哦，我觉得你们呢，这张牌是给你们的一个讯息哦，就是呢，我觉得宇宙啊，要让你们在遇到这个人之前，或者说遇到这个人的时候哦，有一件事情要去做，就是释放掉心中一些悲伤的情绪哦。因为一开始啊，有说这一组的朋友有一些人哦，你们心里好像还在被某一个人牵扯着，就是你们心里还有一些卡住的地方哦。这张牌要让大家好好的做一个告别，说再见。去跟某一个人好好的说再见，跟那个很喜欢他的自己说再见，跟那个你记忆中很美好、想象中很特别的那个他说再见。有点像是把这些情绪都释放掉，而且不要再去骗自己说他有多适合你，也不要再为他去找一些借口哦。我觉得，这一张牌给我感觉是情绪蛮深的。你们可能有一些朋友，你们正在调试，或者是说已经调试到了一个阶段。可能你过去因为在一段感情中没有完完全全的得到一个人，因此去放大了他有多特别，他有多棒等等的，你很想要去追回，或者说你很想要去抓住。然后你也很单纯的为了他包容、付出跟忍耐。我觉得宇宙有一点要你们释放掉那一些情绪，把自己调整好，迎接接下来这一个就是会去滋养你们，然后会去接住你们的人。我觉得他也非常非常的棒，而且非常非常的好。更加的适合你，我觉得他可能比你们某一个现在正在纠结的人更加的适合你。只要你真的跟他相处过后之后啊，你会发现我应该要早一点断舍离，早一点放手的。好，这张牌哦，自由。我觉得这个自由啊，不单单只是你们心境上的一个自由，你们放下了一个感情，放下了一个人之后的那个开心感、轻松感，还包含了我觉得他跟你一起飞耶。这边有热气球，然后旁边有2只这种白鸽在飞翔。那我觉得这个人呢，他是一个很潇洒、很随心，跟着自己的感觉走的人。他会用自己的感觉去下一个判断，然后他下判断之后啊，他也是
非常的有意志力的，会想要去完成，就像这个热气球一样，它要升起之前呢，要准备很多的燃料，会要有人去把这个热气球打造出来，需要一些很精细的计算，它才能够飞得很高，飞得很远。所以我觉得他在生活中那个态度是很积极，是很坚强的。可是他又会有一点潇洒跟随性，就是你会看到明明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可是他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不会哭丧着脸，不会抱怨说哦我很辛苦啊，我是被迫的，生活就是很无奈。相反的，我觉得同样一件事情，在他看起来怎么好像特别的轻松跟写意，特别的轻松跟容易呢？因为我觉得他对于人生的态度就是他想要让这个人生，让这个生命，让这个体验变得很好玩，然后他面对生活的态度，我觉得是非常积极的，也因此啊，我觉得他会吸引很多的好运来到他的生命中。那也因为我觉得他这样子的个性哦，其实会有很多的贵人会去帮他，会去拉他，会去推波助澜，让他去完成很多事情。那我觉得你跟他相处的时候啊，生活哦，其实有一种不断上升的能量哦，你们的能量层级不断的在更新，你们两个都会蜕变成更好版本的你自己，而且我觉得你们在生命当中可以一起发现很多的美好，很多的小幸运，很多的小惊喜，就是你们的生活，我觉得是充满变化，而且有很多轻盈的一个能量哦。好，那接下来呢是这个遇见哦，未卜先知的感觉。好 ，gratitude。好，这两张牌哦很有意思哦。有一个旋转的回旋梯哦，一直通到这个时钟的正中心，时针跟分针的这个交汇点。这个代表说，我觉得这个人他也有某一些的灵性的天赋哦，可能他自己本身是一个比较理性，然后不大相信这些玄学的东西。可是我觉得，他本身就是第一个是，我觉得他也是一个有直觉力的人。第二个是，我觉得他因为经验的事情很多嘛，这边有看世界的能量，然后前面又抽到地球，我觉得他可能见多识广，然后经验的事情比较多，或者是说他很喜欢读书哦，读很多书，或者是说他很喜欢看电影，就是我觉得他懂的东西很多，所以呢，他可以从万事万物当中啊，去推敲出前因后果一些关联性，因此我觉得他在计划在想事情的时候是很周详，是很周全的，也因此我觉得他的生命中常常可以去趋吉避凶，去避开很多很多的危险。然后我也觉得你跟他生活在一起的时候啊，其实会比较的顺利。第一个就是他不会去做危险的事情，然后他也不会去跟人家逞凶斗狠。基本上我觉得过是蛮优雅、蛮舒服的。你们可能会一起去吃美食，然后一起去这种度假啊、品尝美酒啊，或者是说一起在家里做饭啊。然后一起去游泳，一起去爬山都有可能哦。就是我觉得你们当中会有蛮多放松的能量，然后很开心的一起去体验这个世界，没有什么要太过担忧的东西。除了前面说的，你们要放下心中的某一个纠结点。最后啊，我觉得你们会很感谢宇宙让你遇到他，你们可能会首先很感谢宇宙在某一个时间点让你发现一些事情，让你可以去看见一个感情中不堪的真相之后啊，你们断舍离，你们往前走之后啊，遇到这个人，所以你们也要去感谢你自己哦，你自己愿意勇敢的去走出来，那我觉得对方也是会非常感谢宇宙让你跟他，让他跟你相遇，他的能量啊，我觉得他非常的积极，非常的阳光。他见到你的时候，应该也是很开心、很激动的，然后非常非常的热情，会喜欢尝试一些新的事情。那我觉得这个人本身啊，自带好运、自带光环，基本上
就是他不大会去跟一些低频跟负能量的东西搅和啦。基本上我觉得他就是一个上升的能量，他的那种家庭啊，就是说他住的地方啊，可能会有一些精心的装置或者说布置。我觉得他住的地方应该也是打理的还不错，或是这个人哦本身蛮有质感、蛮有品味的，他的穿衣打扮，或是说他的生活方式会令你觉得非常非常的舒服。而且这个人呢，他有一些技能，有一些能力，我觉得是你们一看就会喜欢的。比如说呢，这个人会很多的外语，或者是说，他的那个开车的技巧很好，或者是他的声音啊，他的讲话方式很好听，或者是说你看到他在处理一件事情的模样，你听到他可能跟同事对话，在处理工作上的事情的时候，我觉得你们就是会被他的那种专业啊、认真的态度所吸引，就觉得他整个人就是帅到天花板，帅出边界，有一点像是给你一个心脏暴击的感觉。我觉得他会有非常非常打动你的地方，跟他的那个为人处事，跟他的行事风格是有很大的一个关联的。然后我会觉得他跟你在一起的时候啊，他会让你感到很安心，他的身上有潇洒自在的能量，而且他的是一种从容感，就是我觉得他不大会去计较小事情，或者是说因为别人说了什么话，就是一直放在心上。我觉得他是一个事情过了就算，他会想办法去排解跟调适自己的情绪。然后我觉得在金钱上啊，他也不是那一种会，就是我觉得在朋友之间，有的时候他不会说算的这种几十块零头都算得很清楚。我觉得这个人有一种相处起来是大方舒服的能量，然后他对你啊，我觉得他是很愿意付出的，而且我觉得他真的会除了感谢宇宙让他遇到你之外，也会感谢你愿意和他共度接下来的人生，因为这个是彼此的一个选择。他喜欢你，然后你也愿意共同的跟他去经营两个人未来的生活、未来的日子。所以我觉得，他会对你很好很好。然后有一些朋友，我还看见他的这个好啊，还会爱屋及乌，包含你身边的家人、你身边的朋友，或是你重要的人哦。如果你有这种兄弟姐妹啊，感情很好的话，我觉得他也会照顾他们，或者是说和他们和谐相处，有这样子的能量在里面。好，以上啊就是有关于第三组朋友们你们今天的解牌啦。这个机智宠爱你们的人，非常棒的一个对象哦，那就恭喜你们。然后你觉得如果有对应到你的能量的话，记得在下方留言领取好运，领取第三组的好运能量。我们下次影片见喽，拜拜。